半个世纪啊，投资圈有一条黄金法则：60%投股票，40%投债券。几乎所有的养老金、主权基金都靠这个法则稳稳的赚钱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老方法正在被写进历史。为什么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6040法则已死，还是说只是换了个赛道？先说好时代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利率一路往下，通胀低，央行放水，股涨债稳，互相对冲，你亏我赚，我跌你涨，这就是完美的分散。可是到了2022年以后呢，世界变了，通胀高烧不退，美联储疯狂加息，结果呢，股跌债也跌。这个时候大家才惊奇的发觉，原来这套6040的负相关魔法失灵了。那华尔街的大佬们怎么办呢？贝莱德的创始合伙人 Larry Fink 说，传统的6040不再能代表真正的分散化了，应该多加一点实物资产，比如说房地产啊，或者私募股权。摩根士坦利的策略师更加激进，说要在组合里加黄金。他们认为啊，黄金在通胀时代的防御力是比国债还强的。达利欧老爷子也说过，每个投资者至少应该拿出15%的资产放在黄金上面。而华尔街的债券之王冈拉克更直接说：“我打算把1/4的资产放黄金。”这些观点呢，不一定也完全正确，但他们说明了一个趋势，就是机构在重构资产的底层逻辑。为什么大家现在突然都在谈黄金？这背后呢，是资金流向的逆转。过去2年，各国央行不断的减持美债，增持黄金。有人说，外国央行持有的黄金市值已经超过了他们持有的美国国债，这是自1996年以来的第一次。不过要注意啊，这个说法呢，来自 Crescat Capital 的策略师 Tavi Costa 的汇编，它是市场的估算，不是任何官方的统计。IMF 的口径当中啊，黄金和外汇储备是分开来算的，所以它反映的是趋势，不是定论。那债券真的没救了吗？咱们也别走极端。短久期的国库券利率高、流动性强，该放还是得放。问题就在于长债，当通胀实际高于票息，长期锁定4%、5%的收益呢，就等于是真金白银换利息了。但是，一旦经济转弱了，利率见顶了，长债又能回血了。所以结论是，别清零债券，管好久期才是关键。新周期的投资逻辑啊，更像是三驾马车，股票负责增长，黄金和大宗商品负责抗通胀，债券和现金流的资产，比如说 REITs 啊、优先股啊，提供稳定性。未来的组合呢，或许啊不再是60/40了，而是60/30/10，甚至是50/30/20，结构可以更灵活，功能或许会更明确。